你们都爱的硬派方盒子再添一员猛将，不光能也够帅，而且还聪明。全球首发亮相，广汽传祺越7。那首先啊，我们来说一下它硬核的部分。那大家都知道啊，一提到硬派越野，第一想到的是非承载式车身，因为呢它的抗扭转刚度更强，稳定性更高。那这台越7是怎么做的呢？它是加入了一体化的嵌入式的大梁，等于是说它一方面符合像非承载式车身一样高扭转刚度、高可靠的特点，同时呢它也像承载式车身一样有着舒适性的这种特性，可以说是可乘可野了。那另外啊，这台车现在3把锁，前后各一把机械式的差速锁，也就是我们在极端路况的时候呢，我们全部的扭矩都可以给到我们还有附着力的车轮，即便只有一个轮胎有附着力，依然可以把我们这台越7给带出来。那我们再来说说它晒的方面，除了我们方盒的造型之外，其实我们很多的设计细节都是用八边形这种机能感的形状去诠释的，比如说我们的头灯，比如说我们轮眉的造型，包括这个气孔的位置，还有甚至我们轮毂整个的这个造型，全部都是6边形的设计。我们的感知元件、后视镜、机械的门把手，是不是发现这些设计元素它都是一脉相承的，就非常有整体感？而且呢，这个机械的门把手其实也是有点讲究的。那首先呢，咱们是一台硬派越野车，所以呢，机械门把手是必须的，因为我们真正在出去玩，在越野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极端的情况，机械的门把手可以保证无论在何种情况下，依然可以正常的去打开。机械门把手的外面其实是做了一个6边形的这种造型，把它呈现出了一种悬浮的感觉，就是你会觉得它不光是硬派，而且很帅。那说到聪明这方面呢，激光雷达。虽然我们这台越7到现在没有曝光太多的数据，但是看到激光雷达，我们也可预想的这台车一定是一个全场景的 SUV。全场景不光是囊括了它硬它帅，同时它还囊括了在城市通勤中让我们更加舒适、更加轻松的这方面。Hello， 朋友们，我现在呢请来了这台越7的设计负责人张苑，让张苑呢来跟咱们再详细的去解读一下，为什么这台车看上去又比较硬核，又比较帅气，然后同时呢它又比较聪明。这个是广汽集团第一款真正的硬核 SUV，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车的设计的时候，实际上，我们面临一个既要入圈又要出圈的这样的一个选择。所谓的入圈呢，就是外观要符合硬派越野的这个所有的这些重要的这些特点。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，你还要出圈，出圈就是你还要和车载上一众这么多的竞品相比的话，你还要有自己的特点。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结合了一个实际上我们叫做这个机能风，看到它整个设计呢是方方正正、高头大马。那这个是符合典型的硬派 SUV 的这些特征的。你看它的这个机盖这么高，非常的威猛，非常有这个霸气感，而且车非常的宽，这些呢都是在强调塑造一款典型的硬派 SUV。那与此同时呢，要让它出圈，让它具备时代感、科技感，就像您刚才说的，让它感觉是有智慧的。对。那实际上在很多细节上，比如说像这些灯的设计，实际上我们设计师的灵感它是来自于相控阵雷达，这个是非常高科技还有军事风的这样的一些元素，实际上设计师都把它结合进去。你看，你仔细看的话，它有一个个的小方格，然后每个方格里面还有一个个的这种点阵，做了非常精细的这种设计。所以这样的一款车呢，尽管这么大的体量，这么大的威势，但实际上在每一个细节都是精雕细刻的。其实我在这台车上几乎是没有见到什么圆形的元素的，包括我们刚才的头灯，还有我们的这个门把手，其实它们都是有一个几何的形态，因为这个几何可以让这种机能感显得更加的鲜明。这种多边形呢，呈现出的这个几何感和这种科技感，包括像尾灯，它也是一个多边形，然后尾灯里面相控阵雷达的这种感觉，这个尾灯很帅是，然后整个呢它又很小巧。那我们呢还是希望它在都市当中也有很好的应用场景。哦，对，另外张苑，我听说这台车呢现在定位是全球化车型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是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从设计上就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和思路吗？实际上，我们整个广汽的设计团队是一个非常全球化的设计团队。我们是在意大利的米兰，在上海，还有在我们广州建立了这个能够辐射全球的设计的团队来自不同的10个国家的这样的设计师在我们的团队当中工作。所以说，整个团队是一个非常国际化视野，然后呢，也是能够捕捉全球最新的设计潮流的这样一个团队。那在这款车的设计当中呢，实际上我们
全球的设计团队都有参与。实际上，这款车的整个的这个车身的这些设计主题，就是来自于我们米兰前瞻设计中心的。哦，对，所以说你说这款车，你说叫做来自米兰的设计，也是可以的。对。所以说我们这次那主导这个设计的，应该还是我们中国团队吧？对，因为一款车的设计，它实际上是设计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。那我们设在米兰的团队呢，它更多是一个创意团队，它是捕捉一些新的趋势，一些大的这个设计的主题，但是呢，要把每一个设计的想法都要落地。那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广州的线底的团队去做糅合，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很多细节要不断的去挖掘。其实，在好看跟协调的背后，确实有非常多的细节。比如说刚才我们说这种多边形机能的这种传递，是它其实就是整个这台车的一些一体化的感觉，还有设计语言，你都是从这台车上能感受到的。是。然后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，设计呢，就是说好的设计，其实它是不能脱离实用性的。我个人认为哈，所以呢，这台车的实用性大家能够感受到啊。那从它的车型定位的实用性，还有比如说，因为我感觉这台车应该会有女生车主很多的，因为很帅。那作为女生去开这么一台大车的这么一个实用性的角度来说，我们设计上有什么赋能？我觉得首先呢，作为设计师对女性用户最大的尊重就是我们把设计做得非常精致。很细腻，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。就比如说之前我们说的这个门把手的每一个倒角啊，每一个分色啊，都要做得非常的精致。比如说这个踏板，这个踏板是全系标配的，上下车会非常的方便。那很遗憾今天不能展示内饰，但是这个内饰的无论是它的坐姿、视野，还有它的这个空间性、进出性、精致感、豪华感，然后还有很多的储物。为女性的消费者做了很多的预留和想象。那我只能说我非常期待了，因为我觉得这台车从外观上还是很吸引我的。它就是像您说的，它整体是很硬派、很硬核的造型，但是它其实一点都不粗犷，因为它满满的都透露出一种就是很细腻的表达、很智能化的传达。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设计能够带给我们的这么一个感知。我们可以一起体验一下这款车的所有的匠心的用心。没有问题，那感谢张院，谢谢。你们敢想，北京车展他们还带来了这台越7的改装版本。首先能看到啊，它的射灯是一个拉满的状态，我们的前射灯、A 柱的射灯、头顶的射灯全部都安上了。这台车它本身呢是预留了非常多的改装接口，所以这些射灯你的线你也不用自己搞，你直接啊在车内它都给你布好了。那另外雨林线它也给你拉上了，马上就可以去穿越雨林玩一玩了。而且越7啊本来它的前引擎盖就很高了，它现在又加装了一个盔甲的感觉，将这台车看上去要更加的凶猛，并且那条进气也是真的。那再往侧面走的话，18英寸的 AT 胎，一个锻造的轮毂，侧爬梯，我们的车顶帐、车顶的拓展平台，包括后备胎，还有上面那个工兵铲，一整个就是硬核拉满的状态。这台车呢，可能是一个比较偏硬核的风格，但是后面啊可能会有这种一键成床啊、一键成帐啊这些特别喜欢户外露营玩家的版本。所以你们看没有，这台越7的定位啊是一台全场景智享硬核 SUV。你呢可以素车的形式在城市中开，又高又帅，够硬派；也可以直接硬核改装，带它去野也没有问题。或者呢，咱们户外露营、精致生活，在车上一躺，享受大自然，妥妥的也能安排。它能怎么玩，取决于你想怎么玩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对这台越7的一个静态体验，但是不难看出啊，这台车它的设计是很有整体感的。它的整体的设计理念，从它的外观造型，从它的设计细节，包括它可预知的车内，我们都是可以感受到的。那这台越7呢，不光说从造型上，你可以感受到它很硬派、很帅气、很聪明，它的可拓展的玩法，还有它能够带给你的生活方式，我反而觉得也是非常期待的。那我们就期待这台车打开车门的那一天，看看这台广汽传祺的越7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吧。